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咱们小时候上学，经常听老师说古代黄河会决堤，但是很少听说珠江决堤，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古代珠江压根就没有完备的堤坝，一直到明代和清代，珠江三角洲都密布着河网和沙冲。而在更古早的时候，珠江口是充满小岛和台地的海湾，像一个微缩版的爱琴海。经过明代和清代时候的沙田开垦顺德、番禺、中山才连成一片，变成咱们现在熟悉的样子。那么问题来了，沙田是啥玩意儿？咱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围垦江河沙洲所形成的成熟农田。这种技术在明代和清代的珠江三角洲逐渐成熟，但凡地名带有沙字，很有可能以前就是沙田。比如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场馆所在地海心沙这地方经常现在搞演唱会还有广交会场馆附近的摩碟沙。再比如广州的南沙区，这些地方在过去都是沙田。比较不可思议的是，这么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活动，其主导者并非古代朝廷，而是民间的宗族和村庄。这部视频就是要讲述立教城中村的故事。它在海珠区广州塔南侧5公里的位置。这个村庄从明代开始就大规模的开垦沙田，把曾经是一片沼泽地的广州塔南部腹地塑造成了现在的地貌。除此之外，现在江对面的洛溪岛也是立教村开垦出来的。比较可惜视频是拍摄于2025年，立教村已经开始执行城市更新了，咱们没办法记录立教村最热闹的样子。我原计划只讲一讲沙田和宗族的故事，不过逛完一圈发现这些残垣断壁也很有意思。最大的看点就是村里面很多握手楼都刚好被拆到一半，就变成了建筑物的剖面图。有些房子还能走进去逛一圈。外省的朋友肯定就好奇，经常看到城中村的短视频，这些握手楼里面是什么样的？今天刚好能看一看。我事先没抱期待不过结论是有点出乎意料的。很多房子我觉得比小区里面的楼更好，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认同我的观点。探索握手楼的部分在本段视频的后半节，希望你能看到视频的结尾，非常精彩。立教是广州城区内面积最大的城中村，从最南边走到最北边得有1公里多。这条路曾经有迷你的穿梭巴士，可以抵达我身后的地铁站附近。一直往前走就到立教牌坊了。一路上能看到很多祠堂，不过最有名的祠堂是村门口的魏氏大宗祠，它是整个村里面最恢宏的建筑，也代表了立教最强盛的宗族。祠堂长70米，宽30米，理论上属于私人领地，或许因为没有游客，反而显得肃穆，门神威严，充满压迫感，让整片建筑笼罩着神圣。门口石碑记载了第2次鸦片战争期间祠堂曾经被英军炮击的事件。村里人说，英国人是把祠堂给当成衙门了，所以误击。不过1856年的立教村确实值得英军尊重，村子拥有军事武装力量，而且布置了很多炮楼。宗祠见证村子的兴衰，也是解密宗族与沙田的钥匙。魏氏大宗祠用于祭祀立教村魏氏宗族的始祖，代表最高级别的家族礼仪，于1615年开始建造。修建这座祠堂纯粹依靠族内子孙的捐款，前后一共花了10几年，非常不容易。村里面还有一个传说，据说大家的捐款杯水车薪。当时的项目经理是石牙公，他钱刚独断，用筹款下南洋经商，才赚够了足够盖祠堂的钱，这才回到村子完成了这个祠堂项目。咱们一会儿往村里面走就能看到这位传奇项目经理的祠堂石牙魏公祠。石牙公是属于魏氏的17世祖，这就比较有意思了。魏氏宗族的第17代人修建了代表宗族始祖的最高级别的宗祠。那在魏氏大宗祠之前，有没有已经修建好的别的宗祠呢？还真有。立教村最早的魏氏宗祠是1537年开始筹建的敦睦祠，起码比魏氏大宗祠早了60多年。所祀的神主
是9氏族。所以说以后大家来广东旅游，如果参观祠堂，那就有经验了。最高级别的宗祠有可能不是最早修建的，而更晚近的先祖，他的祠堂可能反而年代更久远。而这些宗祠的修建年代呢，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宗族的构建过程。咱们还是拿立教村魏氏宗族举例子比魏氏大宗祠修建更早的，除了前面说的敦睦祠，起码还有永思祠，它是1588年建成的，所祀神主是6氏族。实际上很多宗族都构建于明代，与立教村最早一批祠堂修建年代相对应，魏氏宗族就是在16世纪构建起来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呢，立教的魏氏处于同姓不同宗的阶段，起码有2-3个家族以自我本位，各自构建宗族，通过后世精英的努力，最终才合族合宗。魏氏大宗祠的建立不仅整合了立教村的魏氏，而且还强调了与东莞茶云魏氏的共祖关系，一个跨越地域的共同体就这样构建起来。离开魏氏大宗祠，咱们继续往北走，能看到村里面现存的唯一河冲，旁边道路就是通往立教牌坊的主干道，每隔几十米就有一棵100年以上的大榕树，每棵榕树之下曾经都是乘凉和聊天的小广场。水边的房屋也很有趣，很多房子充满年代感。有些房子又很朋克，比如这几栋，1楼面积比较小，在2楼、3楼有逐渐向外扩张面积，甚至和隔壁楼能连在一起。当我从屋角经过的时候，正遇到楼顶居民往河冲里面投喂鱼食。住在这种房子里面应该很有意思吧？在明代的时候，这些房子可能都还是水边的沙洲呢。随着开垦逐渐精细，沙田区的河冲逐渐收窄，宗族就是用这种方式塑造了近代广州的地理面貌，泥泞沼泽最终变成肥田。而在现代广州，城市里的肥田又变成了握手楼和小巷子。除了在立教村本村的地理界限之内，其他地方也有立教村的沙田产业。池教、西教、后教、芒教、大沙、上教、下教、沙溪、洛溪。立教附近但凡地名带有教字，曾经都受到立教村宗族的支配。那么问题又来了，再强大的血缘宗族规模也是有限的，咋就能开垦这么大一片沙田呢？这就得说说宗族和沙田的关系了。沙田的最初形态是江畔的沙洲，当沙洲有变成农田的潜力和迹象，一个有足够财力搞建设，有足够武装力量保护沙田的宗族，就会向朝廷提交申请。朝廷如果批准申请，那么沙田的物权就归属于宗族。注意是归属宗族而不是个人。宗族开发沙田呢，就有了正当性。而另一方面，以后每年宗族也需要向朝廷纳税。千万别小瞧沙田，在近代它是非常优质的资产。19世纪末，两广总督就曾经以沙田税租为抵押物，从汇丰银行拿到过贷款。所以说华南的宗族就很像一个商业型的地产公司，它是有公共资产的。沙田赚到钱呢，宗族就会向族众分红，所谓的太公分猪肉，就包括了沙田带来的利润。而宗族长老们也像打理公司一样认真管理宗族，而且充满永续经营意识，往往会立祖训，禁止对族外出售沙田资产。宗族都已经像商业地产公司了，总不能全靠族孙来开垦沙田吧？能不能租给外边人呢？还真是这样。明代、清代的沙田大量出租给贫穷农民，并且尤其依赖水边淡民完成开垦。在立教村，沙田的直接开垦者虽然不是宗族内部的子孙，但仍然需要定期去村里面的祠堂参加活动。宗族就是用这种方式宣示家族礼节，获得外人的尊敬，也借机展示自己的实力和威严。日积月累有些人没有其他强大的共同体可以依附，就会改姓加入当地宗族。也有一些人成功构建出了自己的共同体，
摆脱立教宗族的控制。比如洛西岛上的下教村，他们曾经就受到立教宗族的支配，不过随着实力壮大，逐渐就能和立教村的宗族掰手腕了。他们最终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让村子获得独立，据说还专门在村里面立了一块石碑。这个石碑这趟没找到啊，但是咱们不能白来，就在江边眺望一下对面的立教村吧。好，回到立教村了啊，咱们现在是在河冲的尽头，再往前走都是水泥路。这条河冲的长度大概有650米，在民国的时候可以直接通到大塘村，从大塘村继续坐船往北啊，说不定还能到广州塔附近。以前的立教河网非常密集，比如现在这个位置，你看两个祠堂是面对面的。祠堂是有讲究的，有很多祠堂是面水而建。如今的马路曾经是一条河。不止河冲，村里面的庙宇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这个医院在民国的时候是天后宫，后来被荒废了，就改成了医院。庙宇的荒废并不是说村里面人没有信仰不拜神，我在小巷子里面闲逛，就看到了代表土地神和五谷的社稷庙坛，还有金花娘娘的神龛，代表孕育生命，不知道是不是平时就摆在这路边儿。河岔旁边还有庇护生意顺利的北帝庙，虽然瓦片看起来是新的，但是在明代这个神庙就已经存在了，现在是依然有香火的痕迹。立教公园的北侧是罗氏大宗祠原址，罗氏大宗祠曾经是家庙，在1528年重修，升级成为更高级别的宗祠，年代比魏氏大宗祠更久远。根据查到的访谈资料啊，立教村的人也都认为罗氏宗族比魏氏宗族更早来到立教，细节咱们就不赘述了。这里分享一个具有神话色彩的宗族故事，叫木鹅受土。据说罗氏宗族的一位先祖来到立教以后，就在河里面释放了一只木鹅。木鹅靠岸以前，在水里面飘到的地方都被列入宗族资产，开发沙田，比如乌冲、康乐、鱼头冲，甚至还有东莞虎门的一些沙田。咱们就不考证这些宗族传说是不是真事了，毕竟水平不够。但是咱们可以猜想，这些故事啊，或许就是想告诉大家，宗族开发沙田有神圣性和正当性。立教村的大路逛得差不多，咱们视频后半截我就来当一回房产中介，带各位总裁去看一看城中村里面的握手楼。这种马赛克公寓在城中村很常见啊。2楼房子比较特别，有半封闭的阳台。立教村很多房子拆到一半，它大门是封住的，进不去，只能从外边看个大概。咱们后面尽量拍一些能进去逛的房子。这栋房子被评选为历史风貌建筑，可能是民国时候的房子。木门和神龛都充满年代感，搞不清这栋房子是要拆了还是年久失修。年久失修那就仍然是私人领地，咱们在门口看一眼就行了。真要看房间，还得去这种将要拆除的公寓楼。走廊墙壁看起来很陈旧啊。我原以为是单人住的那种小公寓，没想到面积还挺大。非常难得，即使在2楼，阳光也没有被遮挡。主人房因地制宜，开了很多窗户，窗外面咱们刚才看到的老房子。这边依次是卧室、厨房、洗手间。厨房的视野也不差。3楼的房型和2楼差不多，不过
过视野好很多。再往上估计视野更好，咱们到楼上瞧一眼。4楼的房型就不一样，盖了很大的阳台。四面八方的视野都非常棒。怎么样，总裁？这房子满意吧？城中村有很多房子，1楼是饭馆，楼上是出租屋。咱们看看这种房子里面是什么样。1楼应该是做了很重的装修啊，现在地上全都是杂物。完全走不动，咱们去2楼看。一进门的右手边是厨房，再往外边应该是厕所和浴室。城中村有一点不好啊，可能是排水不好做，洗手间和厨房一般都连在一起的，而且为了通风，隔墙也不会做到顶。咱们继续去3楼。窗户依然很多，但是房型就不太一样。怎么样，总裁？这采光，这通风，满意不？3、4楼的浴室跟厨房的位置刚好和2楼是相反的，不知道有什么门道。刚才那几栋房子虽然不在主干道附近，但旁边起码有条路。咱们再看看城中村深处的房子里面是什么样。这栋就是典型的握手楼了。每一层都有很多公寓房间，分别配有独立的洗手间。这套房可能以前住着进城打工的年轻人，他有可能叫 CC， 平时喜欢给自己加油打气。CC 的隔壁是步入中年的伊丽莎白，两个人作息时间不一样，平时很少见面。怎么样？这种公寓是不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王家卫的电影？3楼也充满故事。
这个一房一厅的公寓，以前住着小朋友索菲亚，她很喜欢麦兜，也喜欢白雪公主。隔壁的 David 是一位老哥，他有一次在公寓里面给电瓶车的电池充电，自己出门吃肠粉，结果着火了。好在对门的 Vivian 平时早睡早起，精神一直敏锐，及时闻到了走廊的异味，在其他邻居的帮助下控制了火势，没造成什么损失。这些故事都是我瞎掰的，住在城中村的打工人基本不会和邻居交往。4楼的房型都一样，咱们就不细看。但是很明显啊，高楼层的阳光啊，明显是好很多。如果在城中村租房，一定要多看看高楼层的房子。你看四周房子都没怎么拆，但是它采光依然是非常棒。这种公寓的天台是公用的，平时可以上来放空或者晒衣服。咱们现在到隔壁这栋白色公寓了，通过走廊就能看出来，这栋楼是长条形的。我以前就很好奇，这种长条楼的房间它是不是也是长条形？每层只有一个套房。啊，那房间真是长条的。厨房也是长条的，隔壁必须是厕所，可能是一种致敬。上一任租户应该是很上进、很阳光的人。其他楼层的结构都一样，咱们就不细看了。但是天台啊，得多看2眼。这栋公寓能看到广州塔，咱们现在是在最佳机位，脚底下就是出租屋的阳台，应该也能体验到相同的视角。这里又发现一个楼梯很陈旧的楼啊，咱们看看里面什么样。直接上3楼，2楼咱们就不看了。这个公寓面积不大，但是配了直角阳台，非常气派。一房一厅啊，这里是卧室，窗户外边就是握手楼。可能因为快到楼顶了，而且今天阳光好，所以看起来不暗。刚才没注意，这儿还有个门。外面是直角阳台的另外一边。再到楼上就是天台了。有几个简易的小房间。看得出来以前也是有人住的。咱们再去看看这栋房子，今天的行程就结束了。这个楼有2个入口啊，咱们先到左边这边看一看。楼梯直通2楼。一进门的右手边就是室内天井。
能感受到1楼很宽敞。按我的经验，咱们现在的区域是专门的出租区，天井对面的屋子属于主人房，在另外一片区域。咱们先逛一逛出租区，一会儿再去看主人房。这应该是隔壁那栋灰色的公寓，已经拆的只剩框架了，非常适合拍电影。3楼有2套房，咱们先看右边这套。卧室外边就是阳台，采光非常棒，通风也好。另外一个卧室就看不到阳光了。再看看隔壁这套，我感觉和小区里的房子很接近了。4楼的格局和3楼差不多，不过有一半的面积是阁楼，这种房子不推荐啊，夏天很热，雨天很吵。这里是天井对面的主人区，一进门就有小院子，是不一样。我感觉我不需要解说了，比很多小区里的房子都要好。